中国对越南誓言拒绝所有军事联盟感到放心，美国该看明白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越共总书记阮富仲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此行对于中越关系而言意义重大，甚至对南海的和平稳定也非常重要。当然，这也事关美国的印太战略。阮富仲在访华期间做出了重大承诺，与中国的关系是越南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越南政府寻求与中国合作，以维护和平与稳定，避免因海上冲突而影响两国关系的整体发展。越南还表示，不会允许在该国建立任何海外军事基地，也不会与任何国家联手对抗中国。这也意味着美国军队重返金兰湾的可能性并不存在。越南的表态意味着中越关系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保持稳定，河内将在华盛顿的印太战略中保持中立。美国驻越南大使马克纳帕最近将越南描述为与中国争夺河内友谊的真正平等的伙伴。美方正在通过与越南提升贸易关系来制衡河内靠向中国，但阮富仲的访问行程证明，越美之间的亲密只是经济关系。美国非常想利用越南与中国在南海的争端来获得好处，但是越战历史证明，现在的越南政府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这里面有历史因素，也就是越南人民对越战的记忆，当然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越南毕竟与中国一样，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阮富仲在讲话中重申了越南的四不国防政策，也就是越南主张不加入军事联盟，不站在一国一边对付另一国，不允许其他国家建立军事基地或利用其领土对他国进行军事活动，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这与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而菲律宾现在也在刻意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中越关系的接近，从根本上证明了中国的东南亚政策的成功。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在东亚基本上突破了绝对安全临界点，也就是周边国家不再有意愿站队美国来对付中国。当前，中国周边除了日本需要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同盟以外，美国已经找不到一个愿意被利用与中国叫板的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的印太战略难以获得成功。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家选择中立，甚至靠向中国一边。第二，俄乌冲突也在警示相关国家，为了域外国家而挑衅身边强大的邻居是非常愚蠢的。中国是一个没有侵略文化的国家，所以在中国身边的小国是非常幸运的。俄乌冲突的爆发证明，东南亚国家继续绑在美国的战车上挑衅中国，下场会非常惨。中国与菲律宾曾经发生黄岩岛争端，当中国下重手出击时，美国人选择了回避，这也给东南亚国家上了生动的一课。第三，阮富仲上述的表态说明，中国推动的东南亚经济合作的战略正在获得成功，南海行为准则的推进也越来越有希望。中国现在是东南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经济合作联系非常紧密，与中国保持合作得到的是发展，与美国加强军事安全战略合作得到的可能是战争。这一比较就能看出中美的优劣势所在。总体而言，越南强化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让美国破坏中国周边安全发展环境的努力受挫，甚至失去了最大的希望。越南此举还在用行动给其他国家做出榜样，只要不挑衅中国，大家一起发展会过得很好。就让美国这个玩离岸制衡的搅屎棍一边玩去。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